天，《陈情令》横空出世，肖战与王一博凭借魏无羡和蓝忘机的角色，一夜之间红遍亚洲。那时候的荧幕互动、剧外花絮，甚至是眼神对视，都成为粉丝们反复回味的名场面。两人配合默契，仿佛生来就是彼此最好的搭档。正因如此，博君一笑的 CP 文化迅速发酵，从同人文到二创视频，从应援口号到粉丝集资，短短几个月，热度已经突破圈层，甚至打入了主流媒体的报道范畴。然而，在这背后也埋下了隐患。剧集结束后，两人逐渐回归各自的发展轨迹，面对铺天盖地的 CP 热潮，他们的态度却越发微妙。粉丝狂欢，资本推波助澜，可正主却似乎开始保持距离，这种反差也让故事有了更多的戏剧性。6年来，博君一笑的热度从未真正冷却过。无论是线上投票榜单，还是线下代言联动，甚至是各大颁奖典礼的粉丝应援，博君一笑总能轻而易举地冲上热搜。可以说，他们几乎开创了一种粉丝经济加 CP 营销的全新模式。大量品牌借助这对 CP 的热度推广，周边商家也趁机出各种同款商品。同人创作者则将两人演绎成无数种浪漫可能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。甚至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博君一笑的衍生经济6年来创造了近乎天文数字的收益。但问题是，真正的肖战和王一博并未从中受益多少。资本和第三方商家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正主却不得不背上炒 CP 的舆论压力。正主与粉丝的微妙矛盾也因此越来越激烈。许多人疑惑，既然博君一笑如此赚钱，为何肖战与王一博却越来越少同框？甚至连公开互动都近乎为零。事实上，娱乐圈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。首先，两人隶属的公司有着完全不同的战略，资源竞争不可避免。其次， CP 文化虽能带来短期利益，但过度依赖会限制演员的长远发展。肖战和王一博都清楚，他们需要走向更宽广的舞台，而不是永远被捆绑在魏无羡与蓝忘机的 CP 滤镜下。此外，网络上的极端粉丝文化也让两人不得不保持距离。部分 CP 粉要求绑定一生，部分伪粉却要求彻底切割，再加上一些黑粉趁机造谣抹黑，正主选择冷处理，几乎成了唯一的生存之道。近年来，网上常能看到所谓的博君一笑解体正主不和的话题，甚至有黑粉专门组建小分队，打着维护正主的旗号，实则在暗地里互撕。这些黑粉往往借助 CP 话题制造对立，挑拨粉丝群体之间的矛盾。比如，当肖战有新剧播出时，他们会嘲讽王一博被抛弃，而王一博有新代言时，他们又造谣肖战不配。这种内耗不仅让圈子乌烟瘴气，也给正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。更可怕的是，部分资本甚至默许这种互撕，因为矛盾意味着热度，而热度就意味着流量和金钱。换句话说，黑粉丝的越凶，平台赚的越多，而受伤的永远是肖战和王一博本人。博君一笑的粉丝群体可以说是全网最庞大、最活跃的之一，但也是分裂最严重的。CP 粉坚持两人一体，把所有细节都解读成爱意，而伪粉则希望正主独立发展，不要被另一方拖累。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撕扯与内耗。无数个夜晚，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 CP 粉与伪粉互相拉黑、互相举报，甚至人肉攻击。有人说，这是一种畸形的爱，因为他们对偶像的期待早已超越了演员与作品本身，而演变成了对现实关系的过度臆想。这种臆想一旦破裂，便转化为失望、愤怒，最终演变成撕裂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明明正主早已形同陌路，但博君一笑的话题却依旧常年霸榜。为什么？答案很残酷，是资本和平台在推波助澜。流量及金钱，只要博君一笑还能带来点击率，就没有人愿意让它消亡。综艺、广告、短视频，甚至是营销号，都在源源不断地重复利用这对 CP 的名义。
粉丝们一次次被糖点吸引，再一次次被拉踩挑拨，形成了永无止境的循环。对于平台来说，这就是最完美的流量养殖，但对于正主而言，却是无法挣脱的枷锁。回顾6年，博君一肖的故事几乎浓缩了整个娱乐圈的现实：资本逐利，粉丝狂热，舆论汹涌，而正主往往只能成为被裹挟的棋子。肖战和王一博或许曾经有过默契与友情，但在巨大的流量压力下，这种关系注定被消耗殆尽。他们不能任由 CP 标签定义自己的人生，他们需要更长远的舞台与作品来证明自己。然而，这个宿命的讽刺就在于，即使正主选择远离 ，CP 的商业价值依旧不会消亡。粉丝们需要故事，资本需要热度，而他们本人却只能默默承受。6年过去，肖战与王一博都已经成为顶流中的顶流。一个靠影视与话剧不断沉淀演技，一个在综艺、电影和赛车领域不断突破。未来，他们很可能会越来越少的同框出现，甚至彻底平行线化。但即便如此，博君一肖的热度依旧会延续，因为他早已超越了正主本身，成为一种粉丝文化现象。也许，未来某一天，他们能够以更成熟的姿态回首过去，不再被 CP 的枷锁束缚，而是以真正的个人身份赢得观众的掌声。博君一肖的故事，既是一段粉丝狂欢的传奇，也是一面折射娱乐圈现实的镜子。6年的起伏，证明了粉丝文化的力量，也揭示了其中的荒诞。或许，真正的答案只有肖战和王一博自己知道。而我们作为观众，更应该学会理性追星，把爱放在作品与实力上，而不是执念与幻想里。感谢大家耐心观看到最后，如果你也对博君一肖6年的故事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你觉得他们之间是形同陌路，还是各自为王？在博君一肖的叙事里，从来不缺被联想的糖。一个舞台位次，一条同色配饰，一次错位的形成时间线，甚至只是一句似乎无心的采访回答，都会在粉圈被放大、拼接、叠加出故事感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内容流水线。营销号负责捕捉切片，剪刀手完成二创包装，话题组织在站内外接力转发，数据组安排打榜冲热搜，周边商家趁势推出同款。链条的每一环都以情绪价值为燃料，以数据成绩为 KPI。但联想糖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短期内它能极快点燃情绪，带动收藏、转评赞与直播间转化，长期看却消耗了观众对真实作品的耐心，让人设与故事挤压角色与文本。当受众习惯了糖点刺激，就难以下调阈值去欣赏角色弧光与记忆成长。更微妙的是，这种糖驱动的叙事把所有细节都转化为可交易的注意力资产，正主只要保持沉默，资本就能无限延展猜想空间，而一旦正主出面澄清，又会被解读为冷漠或切割。沉默与发声都成了负担，市场却因分歧而更热。最终，平台吃到停不下来的时长，商家完成闭环，粉丝在短暂满足后迎来更剧烈的饥饿，正主则继续被推向既得利益者的舆论审判席。所谓联想糖之蜜，甜在当下，苦在余波。几乎每个大事件之后，粉圈都会出现理智宣言，不拉踩，不出格，以作品为先，拒绝网暴。宣言写得越齐整，越说明前夜曾经轰鸣。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一个圈层被持续的利好与利空消息轮番刺激，便会进入群体极化，温和者沉默，激进者放大。平台算法为了留住时长，不断向你推送更极端的观点，最终让理智显得不够用力。在博君一肖的语境里，这种极化尤甚。CP 粉把每次沉默解读为越界的暗证，唯粉把每次巧合视作借势的证据，中立路人被裹挟在无穷的吃瓜、表态、站队循环中。真正的自救需要从降噪开始，一是把注意力重新锚定到作品而非传说，让话题的主轴回到角色质量与行业成绩；二是对信息源做卫生分级，把截图拼凑、
无缘爆料与待节奏稿统一详全，不转不评即是止损。3是建立小范围冷群，在高峰期主动休息，延迟参与，把被推送的愤怒变回我选择的观看。